拖了好多年，终于等来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首次发射。过去几年 ，SpaceX 靠着猎鹰系列以极具市场竞争力的运费价格、极高的发射成功率，在运载火箭领域迅速崛起。更厉害的新舰也正在快速发展当中。那对老辈的蓝色起源或是这枚新格伦火箭来说，这时候进入市场可还有机会吗？蓝色起源的新雪帕德火箭多被归类为亚轨道太空旅游载具，但这不表示蓝色起源是玩票性质。若从他们在商业太空站、登月货运载具与太空探测器发射这些项目一一获得 NASA 和军事标案的拨款来看，在太空专家眼中，蓝色起源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。但潜力归潜力，实力要讲证据。新格伦正是蓝色起源证明自己实力的绝佳机会。新格伦基本型是2级火箭，高98公尺，直径7公尺。第一节使用7具蓝色起源自己研发的异氧甲烷 B-4 引擎。B-4 是负氧分级燃烧循环火箭发动机，推力为250吨，可以实现100次以上的循环使用。第二节使用2具的 B-3 液态氢氧发动机，第一节可回收循环使用25次。以运力来看，新格伦具有近地轨道45吨、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3吨与地月转移轨道7吨的运载能力。虽然与新舰不在同一个量级，但与猎鹰系列还是有得拼。新格伦运力几乎是猎鹰9回收型号的1倍，甚至大过猎鹰重型助推段回收的型号，仅逊于猎鹰重型不回收的型号。所以新格伦主要竞争对手是猎鹰系列、亚利安6号、火神半人马座与中国的长征5火箭。外形上与猎鹰上升时会收起、降落时打开的栅格翼不同，新格伦的第一节配备了4个可活动的空气动力控制器，可以在下降和着陆期间进行姿态调整。第一级也装有2个调变翼，以控制气流并提供稳定性。看起来与猎鹰的外形明显不同。新格伦有6个可伸缩的着陆腿，比猎鹰的4条着陆腿要多。新格伦与猎鹰一样，第一节会在下降过程中降落点火，实现软着陆。蓝色起源计划首次试射第一节降落在移动的海基平台 Jacqueline 上。在发射定价上，根据蓝色起源与亚马逊之间的发射合约推算，新格伦每次发射收费大约是6800万美元，但这是自己人之间的交易，对外收费的报价可能有所不同。这个收费其实与猎鹰9差不多，但新格伦的运力可比回收型的猎鹰大上1倍。若是蓝色起源用这个价格去抢占市场份额，自然会对猎鹰9的发射销售带来压力，甚至迫使猎鹰9降低发射价格。外界估算，猎鹰9的发射成本不到2000万，因此还有降价空间。另外，与猎鹰重型相比，新格伦的运力虽不及猎鹰重型运力最强的助推段不回收型号，但价格便宜得多。新格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，舰体直径大到7公尺，整流罩高到将近22公尺，有效载荷的空间是一般猎鹰重型的2倍大。对于重量不是特别重，但体积较大的载荷，新格伦很容易找到利基市场。因此，新格伦只要发射成功，对发射市场定价或是 SpaceX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。不过 SpaceX 这几年在东西两岸发射场是密集发射，具有发射数量的优势，可以薄利多销。蓝色起源只有新整建的一座发射场，加上生产火箭与发动机数量有限，延迟特别严重，喊价便宜未必做得到生意，赚得到钱。另外 SpaceX 终极武器星舰一旦上阵，将以极低的每公斤发射单价横扫全场。先前马斯克曾经说过，一旦星舰成功，不但猎鹰、猎鹰重型，甚至天龙太空船通通可以被取代。届时发射市场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不过短时间让我们先关注新葛伦的表现和对发射市场带来的变化。